男人每喝完5公斤的自来水，都要强迫自己再做上300个俯卧撑，即便满脸憋得通红，他也要咬牙坚持不去上厕所。而他之所以要这么折磨自己，只为了等待一个逃出去的机会。终于在这天，这个机会来了。监狱的早餐是黄豆酱，他便让同事打了满满1盘。可他并不着急一口气将它们全部吃完，因为重要人物还没有出现。就在这时，典狱长过来视察情况，见时机成熟，他便开始剧烈的咳嗽起来。下一秒，他就将满嘴的黄豆酱全都吐在了典狱长面前。对方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瞬间恶心到了，赶紧让人将其送到医务室。经医生诊断是喝了太多水造成的，只需要休息1天即可。到这里，越狱计划的第1步就完成了，接下来便是第2步。随后他表示自己需要去上厕所，女医生害怕他会出什么意外，便拿出尿盆让他在原地解决。Please, ma'am, don't make me use that thing. 这时，一直在外面打扫卫生的同伴提出自己可以搀扶他过去，对方见状也只好答应，却不知道这是2人提前商量好的。等到了卫生间后，男人又从房顶拿出事先藏好的凿子，准备用它来凿开这里的通道大门。他不费吹灰之力便将其凿开了，接下来就只需要把通道还原，然后大摇大摆地来到外面。不过一切都还没有结束，因为他们还没有真正的离开这所监狱。早在几天前，2人在木工房工作时，便趁狱警不注意，悄悄用木板做了2个盒子。随后他们便将其固定在了外出采购物资的货车车顶。接下来自己只需要躺在里面即可。等狱警过来用镜子检查时，完全没有察觉到车底藏有囚犯，毫不犹豫的就放行了。等车子到达采购地点后，他们便趁司机离开之际，悄悄地从木板中钻了出来。而这里早有负责接应的同伴在此等候了。此时监狱里的狱友看男人离开已经有一阵子了，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便故意和黑人朋友发生冲突，制造出混乱来，引来狱警镇压，从而挟持住他们。如此一来，典狱长的注意力就全在这里了，根本不会注意到逃走的男人。而他接下来的目的地则是 F1 赛车的比赛场地，但几人不是去看比赛的，而是去盗取那里的金库的。男人本不想答应自己早已经金盆洗手，更重要的是还有几个月就可以出狱了，自己的院子里还藏有9000万的存款，没必要冒这个险。谁知同伴却告诉他，院子里的钱早就被你弟弟挖走了，如今人都找不到了。没办法，为了出去后能有个好的生活，他只好接下了这单生意。为了帮助男人逃出去，长发男故意开车撞进了超市，抢了2包方便面，然后被法官判了90天的有期徒刑，关进了这所监狱。计划实施到现在很成功，但拿到钱后他们还要想办法回到监狱，所以时间紧迫。为了搞清楚金库的构造，另外的2名同伴以匿名的方式给工作人员送来了1块蛋糕，然后故意弄坏他的车子。这样一来，他就没办法开车回去了，只好将蛋糕留在了办公室。接下来2人再伪装成修理工混进到金库下面，将事先抓来的蟑螂全都倒进了管道中。很快这些蟑螂就跟随着气味成功的找到了蛋糕。没办法，女人只好请来驱虫专家，而他们便可以悄无声息地混迹在其中，然后摸清金库的构造，并顺利地得到了大门的密码。之后再通过公用电话告诉给男人，利用这个密码，他们便可以很轻松地进入到地下室里。做完这一切后，他们又来到刷卡机站，用特制的罐头炸弹将其炸毁。如此一来，观众下注时就不能使用刷卡机了，只能用现金下注。 Are you down too? Yeah. They're all down here in the mezzanine. We got no plastic work in at all. 虽然消防员及时地赶到了基站，但一时半刻肯定是修不好的。所以在此之前，便会有源源不断的现金顺着管道被送入到金库之中，很快里面就堆满了高达几千万的马内。就在这时，男人也到达了比赛场地，他却不着急进去，反而跑到小卖部买起了啤酒。And the second one for just $10 more? Well, of course I do. 一旁的同伴看到后很是不解，啤酒能有什么用？可紧接着他又要了2包橡皮糖。买完东西后，长发男便带他来到了垃圾站的门口。他有些疑惑，来这里干嘛？ What's down there? 还不等他反应过来，就被对方丢了下去。原来这里可以直通地下室。此时上面的比赛也已经拉开帷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吸引了过去，根本不会注意到有人在打金库的主意。看到如此精彩的赛车比赛，我真想驱车到现场去。说到车，我最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比亚迪汉，才花了9万多，比新车便宜10万，开起来跟新的一样。现在新车掉价，快买瓜子特划算。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能先试开3天，放心买就行。要是有旧车，还能放瓜子上全国拍卖。总之听我的，买卖二手车上瓜子就对了。因为提前熟悉过路况，所以他们很快就来到了金库下面。长发男的哥哥早已经等候在此了。接着他便将男人所需要的涂改液和一个塑料袋都交给了对方。2兄弟都不太理解，难道靠这些东西便可以打开金库的大门吗？在2人诧异的目光中，他将橡皮糖和涂改液都一股脑地倒进了塑料袋之中，最后再将袋子拧成一团。
Hold on, that's it. We're supposed to believe that that's the thing. 虽然不理解，但长发男还是将管子递给了他。这时胡子男终于按耐不住了，上前询问道：“将这些东西混合在一起，难道就可以炸开金库的管道吗？”他第一次听说橡皮糖可以用来制造炸弹，即便男人极力的解释，对方还是听不懂，所以很快两人就大吵了起来。We couldn't bring in normal explosives because of the security. Now, to make our bang, we need potassium chlorate. Bleach pans is pure sodium hypochlorite. Sugar plus potassium chlorate yields two gases and solid. You throw in some heat, you get energy. Energy means light, explosion, or, as I like to call it, 两人虽然没听明白，但现如今也只能按照他的意思去做了。紧接着，男人便将塑料袋塞进到了瓶子中，接着再将其放到运送马内的管道，这里面充满了热量。可几人等了半天也没听见爆炸，下一秒瓶子竟然又被原封不动的送了回来，差点就砸伤了长发男。好在他及时的接住了，但他却不敢动弹分毫，因为这个东西随时有可能会爆炸。男人小心翼翼地将其拿了过来，见他要打开瓶盖，两兄弟赶紧躲到了一旁。I twisted the bag and went it down. 紧接着他便调整了一下松紧度，然后又将袋子放了回去，随后就再次将其塞进到了管道之中。很快在热量的加持下，瓶子便发生了剧烈的爆炸，管道也被成功的炸开。不一会就有大量的烟雾飘进到了餐厅里，工作人员还以为是哪里起火了，便打电话给了控制中心，可控制中心并没有听到警报声。不过为了以防万一，他们还是决定派人去查看一下。此时另一边的劫匪已经开始利用强力吸尘器将管道里的马内都吸了出来，瞬间大把的马内就从里面流到了垃圾桶里。劫匪见里面出来的钞票越来越少，便加大了吸力，却一个没抓牢，导致管道里的马内都散落到了地上。没办法，他们只能调转吸尘器的方向，准备将它们重新吸回来。但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长发男的假肢不小心被吸了进去，导致管道被堵住。You sucked my arm off. Your fault, not mine. You told me to turn it up. You don't even know how to operate a goddamn Whatever. You sucked his arm off. Your fault. Your fault. 但是到如今再怎么争吵也都于事无补，当务之急是要赶紧修好吸尘器。可这条假肢他已经用了快10年了，看到他长发男就仿佛自己的手臂还在，说什么也要将其取出来。为了整个计划，身为哥哥的胡子男只好劝说弟弟，到时候自己会给他买一条纯金的手臂来。他见状也不好再坚持，只好乖乖答应。很快大量的马内就被他们放进垃圾袋带了出来，谁知刚一转弯就遇到了前来查看的安保人员。 Stop. Where you going? 两人对此却丝毫不慌张，表示自己是去倒垃圾的。随后对方便询问他们有没有闻到烟雾。 No, because we both lost our sense of smells when we was little. 没曾想如此荒唐的理由，安保人员竟然相信了，毫不犹豫的就放走了他们。两人这才有惊无险的逃过一劫。可刚到达大门口，意外就又发生了。这扇门不知为何突然发生了故障，根本无法正常打开。此时另一边的男人还在清点剩余的马内，而2名安保人员正朝着那边走过去。这要是被发现，后果可想而知。不过这难不倒聪明的劫匪，其中一名同伴故意躲在赛车修理室吸烟，不仅成功的吸引住了他们的注意，还将他们的探查方向成功的引到了自己身上。这样一来，就没人会想到此前的烟雾是由于爆炸引起的。如今剩余的马内都已经装好了，可负责配送的2人还没有回来。男人等得有些着急了，便跑过去查看。现在每耽误1秒就意味着多一份危险，上面的比赛随时都有可能结束，到时候工作人员一定会过来查看金库的。这边抽烟的同伴刚准备离开，却突然看见男人跑了过去。没办法，他只好再次和安保人员打起了嘴炮，以此来拖住他们。等男人赶过来时，就只看到2人呆呆地站在原地不知所措。可即使他来了，结果还是一样。无论他们如何去拨动铁门的开关，这扇门还是打不开。他也一时想不出办法来解决。此时另一边的胡子男见男人迟迟未归，终于坐不住了，立马朝着大门口赶去。可好巧不巧，刚好碰到了那2名安保人员。 Hey. Do you smell any smoke? Smoke? No. All that smells them racing fumes. All right, thanks. Go ahead. 就这样，他成功的躲过了搜查，来到了同伴这里。 Ted, hold on! You gonna rip it right off the track. The chain's jammed.
忙活了半天，原来是链条卡住了，于是运送人员便再次出发了。而其余2人则回到了金库那里。这边的长发男还在寻找自己的手臂，但现在他们时间紧迫，就连胡子男的妹妹也不得不加入了进来。经过一番寻找，他也成功的为弟弟找到了假肢，将马内装进到垃圾桶后，他又擦掉了墙上男人写下的化学公式，然后又将金库管道重新连接了回去，接着再抹掉上面的指纹。每一步他都要做的细致再细致，凡是他们碰过的地方，他都要认真的来回擦上10几遍，以防警察到时候会追查到几人。不过带出来的马内他们不会立即带走，而是将其一一做好记号，然后当垃圾掩埋起来，等比赛结束后再把他们挖出来即可。剩下的问题便是男人如何悄无声息地回到监狱里。不过他们早已经想好了对策，这就需要监狱里的狱友帮忙了。他们先是用巴豆将摄像头一一遮挡住，然后又拿来餐盘和锡纸，将窗户都封了起来，为的就是不让典狱长看到里面的情况。等电视上的比赛差不多结束后，男人的回归计划也就正式开始了。只见其中一名囚犯取下狱警身上的金属针头，接着用纸巾包裹好后，再将其放到插座中引燃，就得到了一团火。最后再利用这团火触发餐厅里的火警警报。典狱长虽然很愤怒，但为了防止里面的囚犯出现什么意外，还是叫来了监狱的火警。此时伪装成消防员的男人和长发男早已经等候在此了。等消防车出动后，他们便悄悄地趁机爬了上去，跟随着火警光明正大地回到了监狱。等其他人都下去救火后，他们又趁机偷偷跑下车，然后悄无声息地回到了医务室。就当消防员紧张无比地赶到火灾现场时，发现这只是囚犯们的一场闹剧，但他们还是强忍心中的怒火，用灭火器象征性地对着垃圾桶喷了一下。等女医生去病房查看时，男人已经乖乖地躺在了里面。对方怎么也想不到，在这短短的几个小时里，他已经跑出去完成了一起惊天大劫案。调查局的人虽然及时地赶了过来，但一切都已经为时已晚，现场也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几千万就这么悄无声息地不见了。不过他们还有一个目击证人，一个和长发男有仇的赛车手，他和同事在地下通道偶然碰到了正在逃走的2人，结果却被对方暴打了一顿。探员得知这个消息后，立马叫来了典狱长。可典狱长深知监狱里的事一旦暴露，自己的饭碗就很有可能不保。为此，他向探员隐瞒了囚犯暴乱的事，表示男人一直待在监狱里，不可能越狱。对方也不知道到底该相信谁，案件一时之间陷入了死局。但紧接着却发生了一件更离奇的事：胡子男离开后，竟将装有赃款的车停到了加油站，并在几分钟后报了警，让警察成功的拿回了那2000万。做完这一切后，他便悄无声息的离开了。而赛车场的老板在拿到钱后，又向保险公司索赔了1个亿。不久后，长发男便出狱了。就在他以为可以拿钱去过逍遥快活的日子时，妹妹却告诉了他一个坏消息，那就是他们的哥哥失踪了，并且还把2000万赃款还给了赛车场。另一边的男人在监狱里日子也不好过，由于上次喷了典狱长一身，对方仍旧怀恨在心，不仅对其侮辱，还将其暴打了一顿，最后又关进到了禁闭室。不过他并没有丝毫的愤怒，反而很开心，因为要不了多久自己就可以出狱了。他出来后迫不及待的就找到了长发男，可谁知对方却告诉他自己哥哥不见了，还把赃款还给了赛车场老板。没想到忙活了半天竟然白干了，但他也只能强忍心中的不甘，回到了家中。就在他不知往后的日子该怎么过时，突然传来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可等他开门出去时，又空无一人，只有一把铁铲放在走廊上。他以为是谁的恶作剧，刚准备转身回去，却忽然想到了什么，立马就拿起铁铲来到了自家院子里，二话不说就开始挖了起来。没想到下面竟然藏了几袋子的马内，足足有500万。原来之前那扇铁门是胡子男故意弄坏的，为的就是引开男人和其他同伙，好让自己的妹妹趁虚而入，然后利用10分钟的时间再次从金库取走2000万。这2000万则被他当成垃圾掩埋了起来，在找到机会后又重新挖了出来，然后把它分给了众人。没多久，负责在监狱闹事的同伴也出狱了。等他一出来，就看到一辆豪车早已经等候在此了，而车上则放了满满一袋子的马内，甚至就连负责金库管理工作的胖女人也得到了一笔精神赔偿费。很快这件事情就过去了1年，探员也一直没有查出这场大劫案的真相。不多久，赛车场的老板就撤销了案子，到最后亏钱的竟然是保险公司。而在胡子男的家里贴着一张纸，上面写着神偷世家的10条准则，其中1条便为不可贪心。